西方诸神欲乱我华夏，屠我同胞，今以玄堂之礼，叩请祖龙临凡，欲秦军万军，踏碎诸神，为华夏子民出战。是谁在呼唤朕？不孝子孙苏明拜见老祖。如今国运之战开启，华夏无神可招，西方众神企图覆灭华夏。西方毛神竟敢亵渎我华夏神庭，朕虽不位列仙班，但也不容得尔等造次。凡人，是谁给你的勇气，胆敢挑战神明？犯我华夏者，神魔一诛。哼哼。这一击将会让你彻底看清人与神之间的差距。再插下去，就算是他的弟弟神王宙斯也扛不住。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就连神在朕的面前，也只有俯首称臣的份。对朕不敬的人，下场只有一个，你也一样。想不到华夏凡人当中还有你这样的角色。本以为这一战会很无聊，看来你有资格让我认真。哦，真是个怪物，脑袋搬家了都死不了。朕之所指，以为王土。2027年，神话擂台降临，世界各国的神选者都必须在神话擂台中召唤出属于自己国家神话传说中的神明参战。战胜国可以吸取战败国的国运，赢下20场擂台赛，战胜国神灵将被允许降临战败国，剥夺战败国的土地、信仰、资源，直至战败国亡国灭种。而此时的华夏古文明断层消失，那些家喻户晓的神灵与仙人早已被世人遗忘。人们知道历史中真实存在的神明，只有土地公、财神爷这种贴近生活的小神。我这是穿越回来了吗？第17场，财神阵亡，龙国败，天竺胜。龙国已经连败17场。再败3场，西方诸神将降临在龙国本土之上。龙国这是无神可战了吗？还是投降吧？就你们那些小神，能忽悠子民吗？行行悟着为俊杰，不要做无谓的抵抗。渊玉为引，冥河为气，幻暗影之主，执王界权柄哈迪斯，或名誉而降临。尊贵的冥王大人，感谢您为了荣誉而战。我主冥王战无不胜，一人便可敌华夏万神。华夏已经连着弃了4场，如果再无神明参战，龙国将直接被剥夺参赛资格，直接宣判西方阵营获得胜利。叩门召威灵，金甲镇四方。邀请门神降尘世，执威御煞，踏寡临神。叩门召威灵，金甲镇四方。邀请门神降尘世，执威御煞，踏寡临神。妈的，
死就死，不就是西方毛神吗？老子18年后又是一条好汉。慢着！门神大人留步，我想重新请神。妈的，门神都快降临了，你小子在搞什么？我严重怀疑他是敌国奸细，应当就地正法。我觉得可以让他试一试。事发突然，多谢前辈信任。我敢保证，东方的神明绝不比西方弱。弱不弱，大家有目共睹。西方诸神欲乱我华夏，屠我同胞，今以玄堂之礼，叩请祖龙临凡，欲秦军万军，踏碎诸神，为华夏子民出战。别担心，朕这一生还从未有过不可战胜之敌。来战！师皇陛下，你要挺住啊！众生王权，明神葬灭9天。斩！朕能做的只有这些了。不可能！强大的冥王大人怎么可能会败？你叫嬴政，本神王第一次记住人类的名字，而你也是让我第一次接近死亡的人，也将是最后一次。朕尚可一战。华夏子民看好了，你们的王即将惨死，你们又能为他做什么？老祖宗还有救！之所以不敌，主要是冥王连接了冥界亡灵的力量，可以源源不断的补充。嬴政乃华夏第一位皇帝，统一亿万子民，如今为国而战，自然也能汲取华夏子民的血脉进行补充。小子斗胆，愿付出30年寿命。我愿献出10年，我20年，我20年，我直接献完。朕乃君王，当立于万人之前，又怎能稀释你们的血气？朕心领了。我眼里进了沙子，这个老祖宗让我哭死，我老婆没哭，我求他陪我一起哭。历史上说秦王是暴君压榨百姓修建阿房宫，但现在看来，真正的秦始皇宁可自我毁灭，也不屑于向子民索取半点。不孝子孙，快住手！这样下去你会死的。收好你的神格，就算是要献祭，也轮不到你们。吾乃秦王嬴政，华夏历代帝王何在？王权霸业尽归尘土，龙魂不灭，神魔叩首。世世代代的帝王坐享人间至尊之位，死后也当为他们的子民做一些事。来战！出来吧，我的炼狱3头犬！吃了它！孽畜，找死！呀！万军震神风！我不服啊！
夜火伤寰宇。神话擂台第18场，恭喜秦始皇为龙国赢得首场胜利，获得一枚钥匙碎片。孩子们，朕要走了，接下来就靠你们了。恭送老祖宗！这场由我大天竺出战，就算史诗神不出，随便一尊天王都能吊打华夏神。这把运气不错，我大天竺竟觉醒了至高伐之子达穗，那可是仅次于史山神的2代诸神。这可是我们天竺神话中3大史诗神之一啊！还用打吗？梵天是创造之神，哪怕是放眼整个神话世界，那也是无敌的存在。天竺至高神3位梵天湿婆弥蒙多，实力不分国教。冥王哈迪斯上面有宙斯，不是独一档。梵天是神明之最。什么？梵天？那群逼崽子真不当人啊！上来就王炸！能对标3项神的只有3清级别，还有佛教如来，但他来自天竺，可能中立。对了，苏明手上的才是完整的神谱，快打开看看，有没有能打得过梵天的神？只能看运气了。但我的运气从来都不好，买彩票都没中超过50块的。这是原本神谱上就有的小神，几乎没什么战力。托塔天王李靖，3坛海会大神哪吒，南极观音菩萨。天哪，全都是没听过的神明，这下有救了！依我看，就选3坛海会大侠，这名字一听就觉得霸气，而且够长，绝对是5位神明中最强的。放屁！虽然我不知道菩萨是什么神位，但直觉告诉我，越是看不懂的称号就越牛批。观音菩萨固然很强，但绝对不可能是梵天的对手。毕竟梵天可是跟如来佛祖同个级别的存在啊！否决观音，因为善良的观音会毫不犹豫下界送死。没想到华夏居然也有菩萨级别的神明，还好我们觉醒了梵天，否则一般的神还真打不过菩萨呀。当然也只是2招，绝对不会有第3招。只有最后一个机会了，希望能开出3清这样的洪荒圣人，哪怕是3清中最弱的太上老君也好啊！美猴王孙悟空。笑死老子了！一只猴子也来凑热闹，还美猴王呢，一只长得很漂亮的猴子。华夏人好狠啊！明知道打不过咱们的梵天大神，就用一只猴子来侮辱我们尊贵的神，这招果然毒辣。你们说，猴子被打疼了，会不会嗷嗷叫啊？还在犹豫什么？只要不选那只猴子，其他乱选好吧？不对，值日公巢也不要选，这是低级神。召唤师听我的，选观音菩萨。我刚从天竺那边卧底归来，他们说菩萨是跟史诗神一个级别的。我弃权。疯了吧，大哥，你别开玩笑啊！龙国所有百姓的命都在你手上，别跟玩似的。咱们华夏只有战死的神明，没有怂死的神明。很抱歉，召唤者，龙国已经用了4次弃权机会，如果再用1次，将会直接认定退赛。届时西方阵营将会获得完整的天门钥匙。您确定要弃权吗？了解过天竺神系的都知道，梵天大神不仅是天竺最强神明，更是世界意志的化身。严格意义上讲，梵天不具备生命体，又何来死亡？这比哈迪斯的不死之身更加可怕啊！小天奴都在看咱们的笑话。齐天大圣，晚辈苏明拜请大圣爷下界，镇杀西方毛神。他选了猴子，这跟白给有什么区别？哪儿来的苍蝇，吵得俺老孙头都炸了！来，凡间小儿惊扰俺老孙却不说话，是不是想讨打？晚辈苏明惦记大圣爷，特来问安。既然大圣爷安好，那晚辈就不打扰了。小玩意儿，你觉得俺老孙会信吗？开头那句镇杀西方毛神，俺老孙可是听见了。哼，西方毛神虽不是个东西，但他们又没冒犯俺老孙，
凭啥要镇杀他们？也许是命运安排吧。东西方神明固有一战，我选择了您，齐天大圣孙悟空。俺老孙已抹去人间真名，竟还有人知道。可惜，俺老孙自在惯了，可不想掺和这些没来由的破事儿。小苏，你就这么走了？不争取一下？也许俺老孙心情好，一棒子就过去了呢。大圣爷，此事不可强求。命运一共圈定5位神明，您无心此战，总会有人去的。都有何方大神，竟能跟俺老圣相提并论？快说来听听。值日公厨、托塔天王、三坛海会大神。值日功臣就是成天守着天眼偷看妹子的那个，他也配与俺老孙齐名。至于那托塔的老头，俺老孙有次被他收进塔中，直接被俺老孙一棒子锤烂了，不经打，嘿嘿，都不经打。还有观音大士。哦，那还选俺老孙作甚？菩萨法力无边，只要有他在的地方，什么事儿摆不平。唉，对手很强，连观音大士都有陨落风险。连观世音菩萨都战不过的神，那不得与如来那厮相差无几？没想到西方世界还藏着这样的大神，有意思。胆敢让我天竺史诗神等那么久，种花神明真该死！8成是那猴子听到是梵天大神后吓尿了，不敢应战。召唤师和神明的对话可以屏蔽，也可以外放，但这次却选择了屏蔽。他们到底在商量什么啊？终于找到了，是眉山白猿袁弘。孙悟空可能是他另一个名字，铁定是他，好歹是个神。袁弘面对梵天，怕是刚下来就暴毙。其实可以理解，毕竟那可是梵天啊！就算是我们大美王朝的神，也只有奥丁师傅能与之媲美。垃圾！我们哪个不是创世神级别？估计连8岐大蛇都能跟梵天碰一碰。对于这一点，樱花国的创世神背负不可推卸的责任，因为种花人更像你们多一点。放屁！完全颠倒是非，是你们小樱花像我们大华夏才对。拿出证据，你们有创世神吗？相对于大圣爷，我更愿喊你猴哥，您不介意吧？猴哥，哈哈，俺老孙不知比你大多少辈儿，你喊俺老孙一声孙爷爷都不过分。不过我喜欢这个称呼，以前八戒天天叫。八戒他，天蓬元帅怎么了？不见了，都不见了。八戒当净坛善使，老沙做金身罗汉，师傅留如来身边，俺回了花果山。从那以后，俺再也没见过他们。小孙，你可曾听过俺老孙大闹天宫的事迹？漫天神魔都被俺老孙踩在脚下，就连玉皇大帝的凌霄宝殿，俺老孙也曾做过，是不是威风极了？猴哥，您凭一己之力，撬动整个天庭班子，10万天兵天将都拿你没办法。这些事一桩桩一件件，都刻在了我脑子里。世人皆知俺老孙不受天地管束，上打天庭，下闯地府。殊不知，在那些神仙眼里，册封俺老孙为弼马殷是真，什么齐天大圣、斗战胜佛全是假的，不过是他们合作演的戏罢了。你知道他们私底下是怎么说俺老孙的吗？他们说俺老孙不过是被他们算计了500年的猴子，什么狗屁天王二郎神，随便动动手指就能将俺老孙碾压死。告诉你一个秘密，俺老孙想打上灵山。妈的，要下赶紧下，别浪费时间啊！一只猴子竟这么大的排场，真他妈晦气。也好，天门开启，西方神觉醒，反正再打下去龙国也是输，倒不如直接退赛。猴哥，我很同情你的遭遇，但我的时间不多了，等有机会再来拜访。我先走了。等等，俺老孙再问最后一个问题。猴哥，请问那位西方神与如来那图相比如何？有过之而无不及。你能看到命，若俺老孙下去应战，命里的结局会如何？十死无生，剩下的一缕气机，我看不透。
十死无生，可惜俺老孙从来都不信命。齐天大圣孙悟空，来战！是梵天大神降临了吗？可是他的武器为什么是根棒子？是美猴王，咱们华夏方的神明。召唤师终究是将他请下来了，看这气场，好像不比土地家差啊！帅到炸裂，和我想象中的猴子完全不一样。要不是我的屏幕贴了屏保，多看一眼都会爆炸。全体起立，该改口了，恭迎齐天大圣！哇！恭迎齐天大圣！只认傲来齐天圣，不识西天斗战佛。我操！一只猴子这么帅，不要命了吧？西方毛神，你孙爷爷来了，还不快快下来受死！我主梵天，感谢您接受子民的召唤，您伟岸的身影将深深烙印在我们心中。梵天大神是世界上最慈悲的神明，只要是子民的祈祷，他都会答应。记得上次我许愿要10个老婆，嘿，你猜怎么着？第2天就有一群逃难的妇女逃到我家里。还能怎么着？当然是全娶了。他们的神好温柔啊，都要生死战了还笑得出来。也许他根本就没把咱的大圣爷放眼里吧。据说梵天大神本来有5个头的，因为一些私人恩怨，被同为创世神的师婆一叉子给嘎掉了。看来本国神明之间也不太平啊。西方毛神，给俺老孙滚下来！恐怖如斯，他竟然能够操控时间。猴哥，你一定要挺住啊！情况不妙啊！齐天大圣的物理攻击完全对梵天造不成伤害。唉，算了，这场本来就不抱有希望。谁让小天柱运气爆棚，觉醒了创世神呢？我为我之前对你的轻视而感到愧疚。能跟创世神碰上一碰，你已经很强了。是有移动路径的，而这个太可怕了！一个人身上同时出现时间和空间2大法则，怪不得他是创世神。也许他真的能造化万物。其实，在创世神3个字出现时，就该知道这是一场降维打击式的战斗，没有任何悬念。看来小苏说的对，这货一点也不比如来差。要知道现在的他
可比500年前大闹天光被如来镇压五指山下时要强了好几十倍，依旧无法奈何此人。俺老孙就不信了，你当真无法无天！怎么跟灭世一样？这是要变天了吗？礼之精进，万法皆灭，就看你是否扛得住我这乾坤大道！愚昧至极。浑身充满戾气的猴子，我本来想用仁慈感化你，你却变得愈发凶猛。看来我只能以暴制暴。是罗刹神！天哪，有生之年竟能亲眼看到罗刹，今晚要做噩梦了。不服教化的下场，只有死路一条。凭你这破铜烂铁，也想只手拦我？大道3000，唯有一棒！哈哈哈哈哈！痛快，太痛快了！你成功激活了创世神的杀伐本性，这是连大天师伯都要畏惧的毁灭力量。在此之前，没人知道华夏有这么一号神明。如果他有故事，一定是一段很精彩的传奇吧？李奶奶的，上面都打得天崩地裂了，你他喵的还想听故事？其实我也想听。所有人只有苏沫知道，大圣爷的故事很长，如果能拍出来，绝对能霸屏这个世界的电视荧幕。吃了本神一击，竟能毫发无损。嘿嘿，老孙我向来自具铜皮铁骨，不想今日成了真，吃俺老孙一棒！打遍3界棍无双，再战此界又何妨？来战！要是咱们的动漫有大圣爷，还粉什么海贼啊？有没有觉得大圣爷好有男友力？怎么办？我突然好想给他生猴子。生猴子？好吧，的确是生猴子。打架可以输，但台词必须骚啊，不对，是霸气。万人血书，强烈要求将大圣爷的故事挖出来拍成电影。要是经费不够，我投资一个棒棒糖。你的神格太弱了，本身只有2级神格，却妄图战胜创世神，这一错误决定会让你陷入万劫不复。不过我从你身体里看到了一丝佛性，这一点倒是让本神主感到意外。如果你能觉醒那一丝佛性，或许能挣脱本神主的束缚，再战几个回合。500年，整整压了俺老孙500年啊！
你不是如来，也想困住俺老孙？半月之力压不住你，那就让这天之厚重悉数加到你身上。你别忘了，连天是我创造的。天又如何？我乃齐天大圣，纵是背负天渊，需一手托付人间，俺老孙也照样斩你。猴哥肉身超胜，遇强则强，此刻战力值已媲美神王。站起来了，大圣爷站起来了！你们错了，齐天大圣本身不强，强的是那不屈的意志。不懂别瞎逼逼，安安静静看不行吗？我不会让你轻易的死去，我要把你内心深处最恐惧的东西放出来，让你在惶恐不安中痛苦死去。终于要结束了，但非常感谢华夏的猴子，为我们贡献了一场热血欲喷肠的战斗，没有之一。终究还是破不了这天。小孙，俺老孙让你丢人了，俺老孙。不，猴哥，不怪你，怪我，你已经做得很好了，是我害了你。猴子，我不继续发动进攻，你就不会死。我刚才说了，不会让你这么轻易的死去。我倒要看看，这么强大的意志下，内心深处到底恐惧什么东西。大圣爷是从石头里蹦出来的，我妈老是说我是石头生的，真的有人？他不是生来就有逆天神力，也会经历死亡。所有的强大，都是一步步修出来的。大圣爷的师傅是菩提老祖，你认识这位老神仙？不认识。但你想想啊，大圣爷都这么强了，那他师傅岂不是？这都是强大战力啊，但华夏子民却一个也不知道，可想而知历史断层多厉害。菩提老祖若是知道，并且秩序允许，绝对会撕碎天主的天，让梵天成为万世罪人，日夜为爱徒残毁。看到那个脚踩火轮的没有？他就是哪吒。还有那个三眼神将，居然能跟大圣爷打得有来有回。这还有问题？还要为你解释。还有将大圣爷丢进火笼里面的白须老道。这是什么地方？怎么这么多神仙？我靠，龙国神明也太狗了吧！藏了这么多，都是一群老六。其实我们大英也藏了，但也就藏了几十个。你他娘了，直接藏了整个神界，要不要这么离谱？快去请如来佛祖！如来佛祖，佛陀的祖宗！我靠，这太顶了！大圣爷好像很怕他的样子。释迦摩尼，真的是你？够了！西方毛神，你不得好死！梵天大神，请停止你的行为！如果再有一次，你必死无疑。要想战胜梵天，除非是那位佛祖出手。这是真的吗？来就斗战佛的，越来越离谱了。现在都可以混战了吗？就是啊。不，他不是如来。真没想到，你内心深处最恐惧的人，竟是释迦摩尼。你本来可以把他当作靠山，或许我还会给他3分薄面，让你死得痛快些。可惜你没把握好啊，猴子！我要让你死在最恐惧人的手里，这种滋味一定很美妙吧？
宇宙万物皆有生息，唯独意志可以永存。什么鬼？哪来的 BGM？ 你不该在本大圣面前提那如来，更不该变成他的模样。不就是被压了500年吗？不至于这么深仇大恨。有种你去被压一个试试！如来，俺老孙忍了你1000年，1000多年呐！今日不用上灵山，就拿你这厮讨点利息。你这猴头，劝你皈依我佛，你却冥顽不灵。我这便收回你的金身佛法，将你贬为石猴，永受风吹日晒之苦。啊！天，当真不可战胜吗？除了我，没有谁能真正不死。我很好奇，要是把你的心给挖出来，你还能活多久？哼哼哼哼哼。哈哈哈哈哈！石猴子，石头心，难怪你的命会这么硬。师父，是你吗？你来接徒儿了。徒儿好废物啊，连个假如来都打不过，又怎说替你报仇？师父。你可知徒儿有多想你吗？还有老朱、沙师弟，自打灵山一别，就再也没见过了，连白龙马都不知去向。其实徒儿知道是如来搞的鬼，可那灵山，就算是老师的菩提祖师，也未必有这本事吧？真的没奇迹了吗？释迦摩尼。说来你要感激我，为你除掉一名心腹大患。只是我有一点不明白，一只随手即可拿捏的猴子，有什么可以惧怕的？哈哈哈哈哈哈！悟空。为师在，一直都在。师父，我不是做梦，真的是你吗？以前总是徒儿护你一路周全，如今躺在师父怀里，竟觉得分外暖和。如来，如来到底对你做了什么？是师父错了，不该带你取经，不该踏灵山。是师父害了你。当年我们师徒4人都获了封禅，本该回到各处福泽万民。直到佛祖来找为师，才发现所谓的真经不过是操纵众生的思想，从而笼络众生对他的信仰罢了。佛祖算出你便是那变数，将来势必反他。但秉承着慈悲为怀，佛祖给了你一个机会，将你算计到佛门之中。后来为师自毁一世功德，散去金身，换取佛祖网开一面，从此化作金蝉困兽你的心性，保证你不会逆反佛门，这才化去一劫。师父，师父，八戒和老沙
这是老沙。无论是人是佛，终不过过眼云烟，唯有大天得以永恒。这一战该结束了。休要伤我徒儿！为师在最后为你做一件事，以后的路该你自己走了。悟空，若天界不容，便去找你的师父菩提老骨吧。但无论在哪儿，为师一直都在。师父，不管我怎么叮嘱，师傅总会被妖怪抓去。唉，没关系，俺老孙会出手。师父总说我滥杀无辜，我恨，因为我杀的都是该杀的妖精。其实我很不服，一个凡人和和尚怎配当我齐天大圣的师傅？直到这个小和尚亲手为我织了一块披披挂，那是我第一次感到温暖。石猴落泪，不，猴哥超脱了！超脱之境，跳出世间万物既定的形态，是为超脱。梵天大神，恳请您祭出全部实力，不能再玩了，千万不要被翻盘啊！上一场被一个人类爆冷，拿下一场胜利，但这种事情绝不允许出现第二次。低贱的生物，怎么可能逆反弑杀造物主？魏铎传说，湿婆灭世，梵天创造。这个过程中，梵天也继承了湿婆一部分毁灭属性。还好灭世发生在擂台上，不然这一击下来，石狮神的战场是无尽星空，全人类都得瞬间蒸发。不知我们的奥定神父是否能扛下这一击？往时管他谁是谁，今日方知我是我。休提那什么斗战胜佛。这一方天地需再次记住我的名头，我乃齐天大圣。休提那什么斗战胜佛，要称他为齐天大圣。很庆幸见证了一代史诗神的诞生。哇，这恐怖如斯！如果这场赢了，我直接去饭堂，当着所有人的面跟大发阿姨表白。俗了，来点实际的。要是赢了，我拿出100万，请你们吃河底拉。哇操，没了！梵天最后的一颗头颅也被大圣爷敲没了，就连生生不息都无法修复。不好！我家门口的梵天庙塌了，梵天神像直接被砸成碎片，还有血水渗出。市中心的梵柱主庙也是刚塌的。梵天大神死了，我们的信仰没了。沉睡的龙国，这是要全面苏醒了吗？就算是西方所有神明加在一起，也不可能是他们的对手。他们的神都能创造奇迹，
打不过的。猴哥牛逼！小天竺这下破防了，只允许我们的神斩死，现在死了个神主就受不了。放心，这只是开始，接下来的战斗，西方神来一个杀一个，来一双杀一双。我要这铁棒有何用？有这变化又如何？最想保护的人都远去，我还有何可求？小孙，俺老孙今日一战，比那大闹天宫如何？大圣爷此举，比掀了凌霄宝殿还要威500倍。经此一夜，这人间怕是不太平了。虽然俺老孙不清楚这擂台的来历，更不知天门为何被某种神秘力量封锁，但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此事怕是已经要惊动天界。怕是10个如来加起来都无法与之对抗。接连有神明在下界战死，天庭那边势必有所察觉，其实早该发现才对。只可惜下界的神都战死了，消息无法传回天界，又因为战死的都是些小神，死了都没人知道。反倒是西方天界，神话擂台之事传得沸沸扬扬，都嚷嚷着要为本国一战。所以每次觉醒的都是些较为强大的主神。果然是金箍棒看中的人，不然这一棒子过去，还真会当场爆张。大圣爷，这定海神针是送我的吗？哼，俺老孙要回去了，总要在凡间留点东西，日后天门若开，拿着它便能找到俺老孙。当然了，要是你能修好金箍棒，用趁手了，打杀几个毛神不成问题。大圣爷，这可是传说中的定海神针啊！金箍棒没了，你用？可曾记得俺老孙打死过一只六耳猕后，他手里那根随心铁矿冰，自然也落入老孙手中。龙国的神也太慷慨了吧！上一个秦始皇送了他龙器，齐天大圣又送他本命神器，估计下一个……我想起来了，龙国号称礼仪之邦，神也不例外。难得下界，总要送点。要不是龙轩召唤的神明全部战死，估计他现在也是赚得盆满锅满。恭喜齐天大圣孙悟空代表龙国赢得本场胜利，获得钥匙碎片1枚。神话擂台，东西方神明之间必须一战，否则仿佛一方行政无形的屏障。猴子斩杀了西方最强的神，不可能，绝对不可能！那妖猴的实力顶天了，也就跟本神持平。若他真杀了西方创世神，那一定是西方毛神实力不济。自天门封闭后，天人无法下界，没想到凡间竟发生如此惊天之事，我却一无所知。方才一顿失神，隐约听到来自下界的呼唤，莫非是想召我下界作战？可惜了，让猴哥截了胡，不然这震惊3界的功劳该是我哪吒的了。其实哪吒该庆幸自己捡回了一条命。只知道天之之极是星空壁垒，漫无边界，没想到藏了个西方神界。有趣，实在太有趣了！世人只知老夫牵红线接姻缘，殊不知老夫年轻时候的战力可一点也不比二郎真君差。这凡间的擂台可千万不要召唤阵啊！万一不小心暴露实力，就不能快乐的划水了。就在众仙家企图用玄光镜看看擂台模样，发现被一层鸿蒙紫气遮挡，完全看不透。用女武神布伦吉格的话说，就是神话擂台的观看权尚未给神界开通。奥林匹克竞技场，观众座无虚席。原本是一边倒的局势，随着华夏神明小部分曝光，让战斗增添了丝紧张感。既然华夏也有强大的神，那接下来就要拼运气了。运气好的抽到石狮神，直接无敌，好期待秒杀局，一个大招直接清场，打完收工，不要有反转那种，不然心脏受不了。前面10几场战斗几乎都是秒杀局，没想到龙国换了个召唤师后，选的神都自带光环，明明开局不强，却总能在最后丝血反杀。留给猴哥的时间不多了，他将唐三藏最后弥留的气息全部收集。尽管机会渺茫，但我还是想尝试一下，也许师父还有复活可能。如果大圣爷能留在凡间该多好啊，当我们的守护神。
我看西方神谁敢嚣张。齐天大圣，华夏最强守护者。我准备让人做一尊齐天大圣的雕像，请进家里。牛鬼蛇神谁敢靠近？鹰将国高层传出消息，如果允许的话，他们的雷神想约战齐天大圣。什么？下一场是雷神索尔参战？我没听错吧？作为鹰将神话中的最强战神，雷神索尔各方面都跟齐天大圣很相像，没有任何花里胡哨，纯粹的以力破万法。连着输了2场无所谓，我方雷神会出手。雷神索尔战无不胜，虽不是神父级，但战力绝对不弱于梵天。华夏已无出天圣，还有谁能挑战索尔？西方毛神真是狂得毫无边际。女武神，俺老孙可否再战一场？很抱歉，齐天大圣，神话擂台的规则无论胜负，一位神明只能出战1次。还有一个消息要宣布，由于本场战斗极具意义，将会被载入神纪史，您的名字也将被刻进明神堂。终于找到奋斗的目标了，希望能遇到个强大的对手，将我送进明神堂。什么？猴子成了第1位入住明神堂的神？以前还曾有大道金榜，后来就不排了。这明神堂的出现，正好弥补这个遗憾。他们没日没夜的修炼，为了啥？不就是为了冲击更高境界，扬名立万吗？俺老孙走了，希望接下来的神别让俺老孙失望。猴哥走了，苏明感到莫名的哀伤，但他来不及多想，因为他的使命还没结束。想要赢得最终胜利，就必须打赢20场。根据高层给的消息，下一场是雷神索尔。看来这不是运气的问题了，西方神一定是有某种影响神谱觉醒方法。只要神谱刷新，上面必将会有雷神索尔的名字，而我这边就只能听天由命。进入短暂的休息时间，苏明并未参与高层的讨论，而是选择闭目养神。而在秦始皇离开之前，就将华夏炼气术传给他。不觉间，苏明头顶开始蔓延，一股似有似无的气旋影声在他身边环绕。只要按照心法去练，真的可以操纵周天之气。女武神灵动而落，手持法杖准备刷新神谱。果不其然，小鹰将觉醒的武神分别是狮神布拉特、婚姻之神西夫、神将伊瓦尔迪、雷神索尔。很明显，前3个是来凑数的。至于洛基和索尔，小鹰将更认可雷神的实力，为此毫不犹豫地选择了索尔，光柱随之降落。雷神大人的压迫感太强了，真身还没降临，我家祭雷针直接就烧焦了。不是说好的神明影响不到现实世界吗？而龙国这边的神谱也在苏明按下手印瞬间刷新。西方神谱网上可查。众所周知，华夏神明曝光，神谱内容观众无法窥视，只能等大屏幕显示本场觉醒的神。对华夏人来说，期待感直接拉满。只要封号大帝的神，都是在各自领域最无敌的存在。之前我在志怪论坛上曾看到过丰都这个地方，据说是地狱的都城。丰都大帝岂不就是掌管地狱的帝皇，类似于冥王哈迪斯，只不过听起来更霸气。嫦娥，是嫦娥，这是原有神谱上的神，华夏人无人不知。嫦娥是很出名，但也是出了名的弱，像这种仙子，基本没什么战力，下来纯美白给。虽然我们大응也有神女，但以我的审美来看，龙国的仙女更加迷人。当他们上网一查，发现这个嫦娥是天界第1美人时，瞬间激动坏了。就选她了，请华夏的召唤师召唤仙子下凡。我们的雷神大人发话了，保证会怜香惜玉，站着不动，让他打都没事。神话擂台的事刚从天庭传来，没想到竟落在自己头上，让嫦娥一顿无措。仙子莫急，若真有召请，我杨戬替你下界。
真乃天助，下界也有我的真名。神谱上出现的第3个名字，正是显圣真尊二郎神杨戬。没想到神话世界里话题度最高的2人都觉醒了，前者齐天大圣，后者二郎神杨戬。这不就是我们华夏的雷神吗？华夏子民不认识这位尊神，但是从名字上看，除了雷神还能有谁？我心中已有答案，雷神对雷神，怎么样？这把不难选，相反，我想看看是小鹰大的雷神厉害，还是我大华夏的雷神更屌一些。用你们的雷神吧，否则你们华夏没有任何胜算。在任何神话体系里，雷神都是金字塔顶端的神明，但主动权在苏明手里，雷鸣子似乎不是最佳人选。不是他看不起雷鸣子，而是他们输不起。觉醒的4人中，让我排的话，最强的绝对是丰都大帝，也是我的心选。然而以现代人的思想，却认为雷神才是最强的。只剩最后一个神明，按照23定律，5个中最多觉醒3个厉害的，所以剩下一个应该跟嫦娥仙子一样，没啥战斗力的神。无所谓了，3个都有够选了。我跟你们不一样，我觉得显圣真尊才是隐藏大脑。然而那行模糊的字只出现半秒，却顿住了。紧接着就被另一行字给替换。是我眼花了吗？刚才好像不是这行字。从字形上看，最终显示的名字跟一开始的根本对不上。须菩提啊，原本觉醒的是牛魔王，竟被菩提祖师截了胡，也再次印证了我的猜想：神界某些逆天大能是可以强行觉醒的。我选须菩提。这个须菩提是齐天大圣师傅那个菩提吗？所有人都不敢确认，因为层级太高了。齐天大圣击败了史诗神梵天，那他的师傅岂不是无敌？除了无敌2字，无法用其他言语表达。其实还可以用3个字来形容。哪3个字？屌爆了！屌爆了！鹰将人极力在做思想工作，但大多数人都认为这是一场降维打击的战斗。擂台空间的钟声响起，开启神临时刻。现身吧，我们的雷电之神！你的子民将以最虔诚的祷告迎接您的降临。雷神索尔，北欧神话中绝对不可忽视的神，他更是众神之神奥丁之子，整体实力在北欧神话中能排进前10。等等，那是什么？是神王光环！年轻的索尔大人已经晋升神王了。尽管索尔已经1000多岁，但在阿斯加德人中，这算是青壮年。据说索尔大人击败姐妹海娜之后，就获得了宇宙的馈赠，神格随之晋升。雷神索尔成就神王之位，对所有英格人来说可谓是个天大的惊喜，也让这场战斗有了更大的胜算。雷神索尔呼吸着擂台空间的空气，只觉一顿舒畅。东方神好大的架子，竟敢让本神王先到，不可饶恕！和印象中的雷神一样，不可能有谦和的性子。召唤之没有正式进行召唤，神明是下不来的。华夏后世子孙苏明以觐见高天上圣之礼，叩请菩提祖师下界。不用请，老道我正想下界。这就是传说中的老神仙吗？但神话擂台不会告错名字，这就是菩提老祖。也许这就是返璞归真的体现吧。殊不知天界二郎真君正骂骂咧咧，他已经做好被请的准备了。不料一道金光射入眼睛，恍神的功夫，天门开了又关，证明已经有神下界。到底是哪个王八犊子敢截胡本真君？好了好了，不去也好。听说不决出生死就无法归天，既然有人去了，倒省得我为真君担心。呵呵，那猴子去得，我显圣真君怎去不得？下一场，我绝对上。
如果让杨戬知道方才骂的是菩提老祖，他会作何感想？嫦娥仙子，今日就到这儿了。若是被王母眼线看见，可免不了天条重罚。听说猴子回了花果山，我去看看他。但上千年的恩怨羁绊，两人早成了欢喜冤家。主要是去看他死了没，毕竟是西方最强大的神，猴子赢得不会轻松。当杨戬赶到花果山脚下时，得知的第一个消息却是菩提祖师来过，而第二个消息就是天门因菩提老祖而开。菩提？是菩提老祖截了胡？你不是天竺神，天竺神何在？贫道不想伤及无辜。老头儿，你瞧不起我，认为我不是对手？你走吧，伤我徒儿的不是你，贫道不想伤及无辜。要真牛掰就赶紧动手，磨磨唧唧的唬谁呢？雷神大人，神明的战斗不需要尊老爱幼，他既然下来了，就要承受战死的后果，您不需要顾忌太多。杀了他，让崇国看看我们大英战神的厉害！小儿，就是你召唤贫道下来的。回菩提老祖的话，正是小儿。被菩提宝祖称小儿，一点也不觉得降低身份。眼前这位可是能跟三清平起平坐的巨老啊！像这种大佬，用一尊少一尊，用来对付雷神，多少有些大刀切芝麻了。要是用来对付湿婆奥丁的话，正好合适。金蝉圣僧也圆寂于此。随着这些问话，苏明顿感不妙，仿佛有座火山在喷腾，随时可能喷发。好你个天竺神！柿子专挑软的你，是欺我东方无神吗？要如何才能与天竺神作战？祖师爷，任何人都无法篡改神话擂台的规则，任何神明只有一次挑战机会，中间无法更换对手，所以……好了，贫道明白了。年老就珍惜当下，他们同穿一条裤子，将就着出气吧。就知道菩提老祖是来护短的，没想到这么干脆。压力给到天竺，要是能够临时换神，恐怕只有大天湿婆能碰一碰。老头儿，上一场你家猴子赢了，那是因为没遇到我，否则他就是半天的下场。须菩提原以为自己白跑一趟，但听了这话后，瞬间改变了想法。不装了，不装了。以前担心悟空闯祸，就威胁他不可说出师门，否则就将他剥皮挫骨，永世不得轮回。如今看来是为师错了，大错特错。因为悟空不敢自报师门，都以为他毫无背景，所以天庭星宿仙官、灵山诸佛罗汉，就算是下界的妖魔鬼怪都敢欺上一头。1000年前他本不想收徒，但因为是樵夫引荐，也就是方寸山下的那个樵夫，附近的人都知道他是砍柴的，但没人知道他在那儿砍了几万年的柴，来头可想而知。就这样，须菩提破格收了那只猴子为关门弟子。猴子很聪慧，须菩提只是在他脑门教了3下，就知道夜半3更来找自己。实际上，须菩提只是让他去山下凑3个铜钱来，毕竟拜师哪有不交学费的。我那徒儿苦啊！大闹天宫被老祖收八卦炉，他忍了；被如来镇压五指山，他忍了；念及师徒之情时，化作牧童去喂几颗桃子。终于，须菩提翻手为云，覆手为……去他娘的天道！贫道不装了，要让满天神佛皆知，我佛道双足须菩提，便是那齐天大圣的授业恩师。法克，老东西不讲武德！你骂天道，关我雷神什么事？以雷霆击碎黑暗，黄雷诸神烈。太突然了，全世界的观众惊骇不已。没想到大招来得这么快，好霸道的神雷！据说龙虎山的初代天师也可以召唤天雷。可我总觉得，不管雷神的雷霆如何狂暴，
始终受到一股莫名力量的牵制。那是道。菩提老祖的修为已然不能用境界来斗量。他虽不是三教始祖，却佛道双修，并且都达到了教祖级，这才是最可怕的。如果非要给华夏全部神明做个排序，苏明的回答是没有排序，只能划分梯队。诸如三清、如来、地仙之祖等都是第一梯队，菩提老祖绝对在列。但苏明现在的疑惑是，远古大神要不要算上？大家快看，雷神之锤在蓄力！听小鹰爸说，只要雷神之锤蓄满18层，任何神明都扛不住一锤。好脆弱的本命神器，连大罗仙器都抵不上，更遑论那些先天灵宝、始祖元兵了。在东方神话中，法宝是神仙实力的象征。像道祖太上老君手底下的先天法宝多达上千种，随便一件都能让人直达金仙实力。他捏爆了雷神之锤，一定付出了惨痛的代价，一定要抓住这个机会，趁他病要他命。索尔不是真的恐惧，作为战斗之神，他经历过太多生死。我承认，你的作战方式很特别，但这样就想战胜我，那是不可能的。雷电之森。道法虽妙，但在极致的力量面前还是会破解。菩提老祖岿然不动，反而打击道：如果你只会纯粹的力量攻击，那贫道有1000种办法将你弄死。因为力量的尽头是道法，西方人喜欢称之为魔法，而至高无上的魔法则被称为神秘奥术。大到无边的雷电之海，菩提老祖只需捏个手印，天地间就生出了个巨大炉鼎，将索尔套住。青城山的道士炸开了锅，末法时代道法不显，没想到第一次看到真正的道法，竟出自道祖之手。相传那些天尊级神仙能够以天地为熔炉，熔炼世间万物，尽归虚无。难道这就是传说中的天地火炉？狗赛，死老头，你到底对本神王做了什么？不可饶恕！给本神王狗蛋！重获自由的索尔以为迎来人生的高光时刻。你是一个很值得的对手，在本神王的作战生涯中，还从未有神能让我束手无策，除了我父亲之外。索尔的父亲众神之神奥丁以为搬出父亲的名头能让对方惊讶一下，可菩提老祖压根就不认识什么奥丁。你道行太浅，空有一身蛮雷，难成造化。贫道的化身曾执掌过天庭雷部，既然你不服，那便让你看看东方的雷法。对手很强，但撞在自己领域上，也只有认栽的份儿。毁灭吧！集结了阿斯加德最强古神之力的一击，我称之为诸神的黄昏。持久战不是他的作风。雷霆星云吞噬一切，人的身体在他面前显得多么渺小，比一粒尘埃都不如。但菩提老祖却岿然不惧，甚至一点悬念空间都不留。在诸神黄昏落下之际，名场面终于来了。一只手探出虚空，主角却不是手，而是袖子。无辜的神，贫道本不想杀你，但你既然下来作战，就要做好陨落的准备。我是西方雷电之神，诸神之首，东方的贼神也想杀本神王，做梦！狂啸过后，索尔体内爆发滚滚神威。当他到达修理乾坤边界时，以为能撕碎天幕，不料边界之外还有边界，无穷无尽。法克，一点办法都没有吗？当年悟空也是这般苦吧？
菩提老祖替大圣爷出头杀了雷神，到时候奥丁必将怒火部位撒在东方神上。只期望遇上奥丁的是3清级的大神。苏明漠视台上的一切，深刻明白一个道理：对待敌人不能仁慈。我始终相信奇迹会出现在我们这边。Fighting Fighting！ 伟大的雷电之神是不会轻易倒下的。雷神大人，请坚定内心的信念，您是不屈的战神。然而鹰将人再怎么勉励，再怎么憧憬，换来的却是一道道混元真气贯穿身体，筋骨寸断。对待敌人最残忍的方式，就是毁其神力。擂台上，菩提老祖显得异常平静，生死造化在他眼里不过是一个天理循环，就算让他现在直接捏爆雷神，也不会让他产生太多的情绪变动。相反，他的目的达到了。悟空在这受的屈辱都偿还了吧？臭道士，你杀不死我的！你杀不死我的！菩提老祖默念天咒，一直点向雷神的眉心。雷神下界之前，奥丁曾叮嘱过他，万一不敌，可用远古神力护元神离开，相当于死一半。你已经赢了，还想干什么？很遗憾，你今日非死不可，谁也救不了你。我跟你无冤无仇，伤害你徒弟的是梵天，就算要报仇，也是找他们。这是你的命劫，也是贫道下界第一次做的恶，命该如此，谁也改变不了。裁决大人，他违反规则，应当受到惩罚。只要还在神话擂台上，神明的一切行为都不算违规。这一句话彻底断送了雷神索尔的生路。父亲，救我！无数西方人期盼能在天门中看到奥丁的身影。贫道此番下界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为悟空炼制神元丹，必须要用西方神的元神为引，所以遇上本座是你的不幸。那是奥丁神父！天哪，万物之主奥丁神父降临了！这位朋友，你已经赢了，我儿子对你构不成威胁，放他一马吧。妥协从来都解决不了问题。前10几场战死的神明中，若我方神明向你们妥协，答案是否定的吗？抛开金蝉子献祭不说，前面战死的10几尊东方神，谁能给予他们新生？欺人太甚！刹那间，星河汇聚，化作一杆长枪，此乃永恒之枪，乃世界之树的枝条所化，融合星辰之力，便是奥丁最强本命器。没想到的是，天门竟选择性的不阻止这件神兵，这让奥丁脸上挂出一丝喜色。奥丁非常憋屈。远古12魔神，助我开天门！里面都躺着一座魔神，在漫长岁月里，奥丁就是击败了他们，才坐上了众神之神的位置，如今却调遣其为所用。他们做的恶不敢承认，都推给分身，本尊却受万世敬仰，这才是最大的恶。若你本尊下凡，或许能破我3分，但现在这场本就不公平的战斗，就到此为止吧。仅是一掌，
恭喜菩提老祖为龙国赢下本场胜利，获得一枚钥匙碎片。杀死西方雷神，引发整个西方神界轰动，但对菩提老祖来说，不过是炼个丹的事。将神元丹收起，只要悟空服下此丹，就能稍微压制梵天的诅咒。至于彻底化解，还得想上灵山一趟。这真的是凡间？那些房子全都是泥石砖块，可以高达上百米。路上的马车不需要马拉，还有各种传音法器。贫道似乎明白了，小娃，你颇有仙姿，可愿随贫道回去修习仙道？不得不承认，苏明心动了。小娃，你在犹豫什么？是担心贫道在神界的地位罩不住你？老祖，贫道说了，天命不可违。纵是以贫道的修为，也算不出神话擂台的结局。说句不好听的，若真有西方神降临那天，留在贫道身边能护你周全。尊敬的召唤师，您看看，我们大家都需要你，为了我们留下来好吗？虽然我知道这种请求很自私，我们应该尊重你的选择才对，但华夏不能没有你，苏大召唤师。龙战以为自己声情并茂的劝说能深深打动苏明，实际上苏明不吃这套。他是重生者，重活一世，那种死亡的感觉，痛，太痛了。但他的选择绝对不是为了个人，而是龙国泱泱子民。殊不知这不是一个普通的选择题，一旦选错，万劫不复。老祖厚爱，诚惶诚恐，苏明感激不尽。但苏明自登上这方神台，心就早已跟华夏亿万同胞连在一起。若真有不测那天，苏明愿与华夏同生共死。好一个同生共死！虽然贫道算不出华夏的命运，但能算出你的命运。若你真随贫道上天，或许你的成就也就这样了吧。可以性命无忧，却一辈子难证仙道。说起来，你这点倒是跟我那徒儿很像。多谢老祖夸赞。没什么可送你的，这朵青莲许是对你有用，就当是见面礼了。混沌青莲，何德何能啊！我可以后悔吗？没拜师就送混沌莲花，这要是拜师了，那还得了？你们有没有发现，天门一般只开启5分钟，这都快20分钟过去了。女武神也没催，你品，你细品。一伙的。妈的，我们被耍了，干脆叫华夏擂台得了。就算是师婆天照他们，女武神也不会去催。什么样的咖位享受什么样的待遇，神也一样。贫道走了，苏明是吧？可不要让贫道失望，否则贫道就是强开天门，也要下界找你算账。在一声声老祖中，须菩提来像一阵风，去也像一阵风，消失在天门中。等了3场，终于等到你了，龙国英俊的召唤师，好羞涩哟。头疼，你那么帅，人家真不想跟你为敌了。不好，苍井结衣在色诱我们的召唤师！妈的，不讲武德，有本事冲我来！据说苍井结希拥有高达35%的神性，那双眼睛有股魔力，会导致召唤师乱选，或者无法请神下劫。苍井小姐，请注意你的仪态。臭男人，居然对老娘无动于衷，装的吧？连苍井结衣都撩不动的男人，他该不会……爹，不要啊！人家还想跟他谈一场甜甜的恋爱。裁判大人，我是不是有权请求让龙国方先刷新神谱？是的，西方阵营每4场战斗会有1次候选权利，您要行使这次机会吗？是的，让他先选。好的，3分钟后龙国神谱刷新，请各自召唤师做好准备。嘿，有没有觉得女武神长得很哇塞，身材绝对爆表？要是能娶她当老婆，让我只活100岁也愿意。请龙国召唤家放置神谱，并按下通灵手印。激动人心的时刻到了，这波必出道组！
完了，但这个侧神我忍不了。侧神是不是就是在你蹲坑的时候偷偷盯着你那种？终于来个能打的了。虽然关于姬神的战绩不多，但其实力绝不容忽视。只剩最后一个机会了。离谱！太离谱了！简直就是把我们大众花往死里逼啊！没得选了，就姬神吧！龙国神话还真是人才济济呀！怎么样，欧尼酱？你想好选谁作战了吗？不劳费心，选好了。请龙国召唤机做出最后选择。本场华夏作战的神明，诗仙李白。可是他叫李白啊，他真正的名号是青莲剑仙。疯了，绝对是疯了！你这是盲目自信啊！虽然秦始皇开创先例，但不是谁都能做到的。好好的姬神不选，你选写诗的。轻敌啊，兄弟们！万一他擅长哲学，用思想攻击，那没办法了，唯有一剑斩之。请瘟神做法，降下千年霉运，让小樱花无神可选。我没看错吧？传说中实力最强的3大妖神之一，一口就能吞下一个太阳，这……大天守虽是妖神，但实力绝对是第一替力。八岐大蛇不是被须佐大神斩杀了吗？怎么还在神谱中？难道神话也有内幕？难选，太难选了。用他们对付华夏无名小神，简直浪费资源。须佐大神比八岐大蛇强一些，因为他是天照大御神的弟弟。选最强的吧，反正也是最后一把了。现在的比分是17比3，打完这把，估计都轮不到咱们了。可惜除了菩提老祖因猴哥强行觉醒外，其他的都联系不上。这具威仪，最后一位觉醒的神明，月神。月神大人，这是要把小中花往死里逼啊！可惜没有我最喜欢的天照大御神，听说她是最强大、最美丽的女人。小樱花这么拼的吗？一下出来2个至高神，我不甘啊！雷神大人是我一辈子的痛。如果上一场登场的是奥丁本尊，结局一定不是这样。运气好没办法，要不你求个饶，也许本姑娘高兴，能给你一丝机会。哪有什么岁月问好，总要有人负重前行的。虽然我们伟大的诗仙会战死，但他却赢得无数国人敬重、感激。我们会给他立庙，享万世香火。但大家担心的是，万一李白听到对手是至高神阅读命时，不敢下劫怎么办？所以这场已经不是赢不赢的问题了，是敢不敢的问题。毕竟谁也没有义务为了谁白白送死。要不这样吧，先把诗仙骗下来，跟他说只是一个西方小神，抬手可灭那种，只要下来就不算弃权，他战死再补偿。运气好没办法，要不你求个饶，也许本姑娘高兴，能给你一丝机会。有更好的办法吗？万一他不敢下来，华夏就彻底玩完了。用一个剑仙换1万人的命，不亏。诗仙是读书人，会为天下苍生做正确选择。死亡面前，没有绝对正确的选择。请龙国召唤师进行召唤仪式。如果想弃权，可以按下旁边的弃权按钮。当然，我有必要提醒您，本场一旦弃权，将会视为弃赛，西方赢得胜利，天门将永久为西方开启。快召唤！快耽误了！快召唤！别耽误了！
难选，真的好难选啊！对不住了，白哥。陈面兽，遇到我青莲居士，你还想往哪儿走？收。大家快看，是剑仙李白，长安第一剑仙，我还是第一次见到他，真是年轻有为呀！大爷，夸人一个字帅，多方便。何方妖人，竟敢偷袭我李太白！晚辈苏明，拜见青莲居士，太白剑仙，世间唯一谪仙人。你是异界之人，你有求于我？是的。世上有求于本居人的人多了，只是本居人为何要帮你？剑仙前辈，亿万华夏子孙需要您去斩一位强大的西方神明。当然，您不是非去不可，只是我们可能会死，对吗？天下苍生，与本姑何干？您方才做的，不正是降妖除魔、为民除害吗？谁说我李太白斩妖是为了天下苍生？看到没？用妖物炼的酒才是人间极品。花间一壶酒，独醉无香音，快哉快哉！哎，对了，你有酒吗？有酒好办事儿，兴许我一开心就答应你了呢。忘了他是酒中仙人，有酒，有酒还犹豫什么？拿好酒来，斩神也无妨。本居只遍寻天下美酒，只要你能拿出我没喝过的美酒来，莫说斩神，来多少本剑仙杀多少。可曾听闻十步杀一人，千里不留行？本剑仙自创的，够不够霸气？莫非作诗能言出法随？什么情况？这么久，不会谈崩了吧？这么情况，把他换来那边骗呢？都说了骗他，无论如何也要诓他下来。估计是吓尿了，在做思想工作呢。不要慌，我们的月神大人是个颜控。如果这个诗仙长得足够卡口一的话，也许我们的月巡大人可以选择让他安乐死。拿酒来，要全世界最好的酒，能拿多少是多少。去我家里，把珍藏了200多年的拉菲拿来。真是妙啊！吾曾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不成想却成了那斩月之人。随他去吧。前辈为何不把它写完？哦，有吗？下2句没想好，等回来了再写吧。若是回不来的话，你来替我补上。小子，你请我喝酒，那我便请你看看剑开天门如何。剑来，剑！只怕这剑开天门，是他留在世间的最后绝唱。青莲居士李太白在此，西方神何不速速现身？阅读命神，光耀万世，净灭诸邪，天地供养。日了狗了！
小樱花的神这么帅，不要命了，比流传的插图桥画要俊美100倍。你是剑客，那你的剑呢？剑之所指，心之所往。我的剑在心里。呵呵，你的剑伤不了我，可惜了，你非死不可。但本座可以让你选择死法。哈哈哈哈哈哈！话不要说得太满，须知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先送你一剑，随手打出千钧剑意，你管这造诗仙？我明白了，他开打之前总要念一句诗。有的人明面上是诗仙，背地里却是剑仙。大河之剑，天上来！我说了，你的剑伤不了我，也碰不到我。也对，要是这么容易伤到你，就不是高高在上的月亮之神了。接下来，你想怎么做？在我看来，这不是一场生死战，而是一场优雅的游戏。你我之间，唯有一剑。再来。这一剑有个好听的名字，叫青莲剑歌。的确很美妙。阅读。多好的一张脸啊！要是能永久保存，应该是件很美妙的事。哦，青莲剑歌，这一剑真的很帅。帅就完了，至于威力什么的，其实不太重要。你们错了，这一剑有摧城之势，可惜他遇到的是至高神，所以才没啥伤害。诗念得好就算了，剑还耍得那么帅，人也帅得离谱。这样的完美人设，居然没出现在我们的课本里。作为诗仙，李白一定留下了很多脍炙人口的诗句吧？我们现在学的都是现代诗，一点感觉都没有，还是古诗好听。要是他能将写的所有诗都传下来就好了。后生，拿酒来！无一生之敌中，还从未遇到过你这么难缠的家伙。纵是那大闹天宫的齐天大圣，吾都能与之斗上一二。什么？他跟齐天大圣同时代，并且打过？这个剑仙是到底有多强？前辈，酒来了。我操，这是什么酒？这是咱们的国酒，茅台。好啊，好酒！李某尝遍天下美酒，却未尝品过如此醇香浓烈的酒。哈哈哈哈。世人皆知我是剑仙，殊不助知我写诗也写出了天人境。剑可伤人，诗亦可伤人。他想干嘛？这是要作诗了吗？我靠，大哥，正打架呢，玩尬的是吧？凤兮凤兮，归故乡，遨游四海，求其凰。
真没想到，一介凡人也能逼我动用神器。只可惜这场战斗本就是不公平的。扶桑月神，我想要的可不止如此。逆了苍天，踏破碧落黄泉。长安城真是一个神奇的地方。如果你没有更多有趣的东西，那这场战斗就到此为止吧。3尺长剑，斩不尽相思情缠。这是什么？我为何会感到心神不宁？这个李白好阴险，居然用这么狠毒的招式！情是这世上最残忍的东西，比让他魂飞魄散还要残忍，太残忍了！月神大人他还是个孩子。我本纯洁，你竟敢对我泼洒肮脏之物，不可饶恕！只有杀了你，才能抹除我心中的污秽。老朋友，是时候该跟大家见面了。运剑10年，只为今朝。这一剑叫相思。我明白了，相思剑，忆相思，这是李白记忆中的人。剑气纵横3万里，一剑光寒14周。趁他病，要他命。如果不是在关键时刻发动阅读，这一剑可以锁定我的心脏。从来没有人类能伤到本尊，你的强大超乎了我对人的认知。如果你的对手不是我，天门怕是早已为你而开。你在夸你自己？你倒是提醒了我，用剑也可以开天门。前辈，白哥，你别乱来啊！这里的天门不容亵渎，会死人的。天门耳，一剑开之！死在我手里，可以让你感觉不到痛苦，甚至还可以为你制造一场人间美眷般的梦境。你却选择了这么惨烈的死法。小贝，这个世界的酒不错，可惜再难抿上一口了。有，还有，前辈想喝多少就有多少。你应该明白，我若以命相搏，至少能拼掉你8成命格。但你会死在我手上。是的，所以我才没这么做。就为了不死在我手上，就去触犯秩序。可就算如此，你还是输了，输掉了关乎华夏子人生死存亡的战斗。那可未必。
明明是他在赴死，为何我却嗅到了死亡？人剑合一。青莲即我，我即青莲。剑仙最高的境界，便是青莲剑意，人剑合一。混蛋！快从我体内滚出去！等待你的是天道诛灭一切的混沌之光。凭这就想杀我，休想！李白，希望你能活下来，我要在神界亲自将你斩杀。不要尝试跟秩序抗衡，我接你回来。自毁月行，快回来！樱花国的至高神，高高在上的月亮，竟然选择自爆，这也太匪夷所思了。这是不是就意味着这场算他们输？月亮自爆，剑仙也会跟着死。你他娘的居然还在关心输赢，你没良心啊你！剑仙真的会死吗？我不会。既然要走，那就走得潇洒一点。生者为过客，死者为归人。天地一逆旅，同悲万古尘。月兔空捣药，扶桑已成新。白骨寂无言，青松岂知春。生者为过客，死者为归人。剑仙没有死，只是去了另一个世界。他只是个诗人，却为华夏生死存亡而战，直至粉身碎骨。裁判大人，擂台之外的神明不可以出手干预擂台。刚才那一战，明显有人帮助了樱花国月神逃跑，他破坏了规则，请求予以惩罚。苏明，请问龙国的召唤机，你可有确凿证据？没有。亲眼所见算吗？那你看到了什么？樱花神国，高天元掌控者，天照大御神。他一个龙国召唤师，竟能看到我樱花国的神，那可是天照大御神啊！就连月神大神见了都要顶礼膜拜的存在，是我们神话体系的起源，世上最伟大的神明。诬陷，绝对是诬陷！就算天照大御神出手救了月神大人又怎样？那也是凭本事救的，何况姐姐出手救弟弟一命，很合理吧？龙国召唤君，你想清楚了？你可有证据？没有。想污蔑我们樱花国的神，还好女武神英明，才没让你得逞。就是承认自己的失败有那么难吗？快宣布胜负吧，应该是我想要的结果。龙国召唤君听了樱花国代表的陈词，你可有什么异议？没有异议啊！不是，就不争取一下吗？咱们华夏的气节呢？好歹杠回去啊！要是能争取个平局的话，也算对得起剑仙了。你却直接说没有意义。我很赞同谁活到最后谁就获胜的说法，所以剑仙若是没死，并且活着站在擂台上，
是不是就意味着赢下了这场战斗？你的想法是？给我10分钟，我想申请进入祭台。我没听错吧？那是神的擂台，他想进去。莫非他来真的要复活李白？虽然是无谓的挣扎，但他有在努力。连续打了20多场战斗，我都快审美疲劳了。让他上去做一下节目效果也好。神话擂台只限制神明，如果你有本事进出的话，本裁判不会对你进行阻拦。多谢。10米宽呢，他要怎么过去啊？练气术啊！创世3大至宝：开天神斧、混沌青莲、造化玉蝶。菩提老祖就坐拥其二。你们说盘古斧在不在皮老祖手上？细思极恐。如果真是混沌青莲的话，剑仙或许真的有救。看来我猜的没错，剑仙身死道消，但残留在世间的青莲剑意，象征着生生不息。想请女武神大人搭把手，送我到神话世界一趟。疯了吧！以凡人之躯进入神国，估计刚一踏进天门，就受到神国天地反噬，直接化成一股灰烟了。除非是有神耶引，并肉身跨过天门，会有天谴审判。幸运的话，你有1/1000活下来的概率；即便你跨过去了，也只有1/1000的概率回来。你想清楚了吗？很多选择都不是正确的，但可以肯定，他的字典里没有知难而退2字。我想试一试。进去吧，我的职责只有这些。等会儿你自己下来。啊！真被雷劈死了！本以为苏明是天选之人，受满天神佛庇佑，没成想是个笑话。女我神，大家有目共睹，对面召唤师已经被雷劈死，可以宣布结果了。本裁判说了，无论什么情况，都要为他保留10分钟。你们没听明白吗？他真的死了吗？差点嗝屁，还好，还活着。真没想到，你还可以当金手指用。时间不等人。刚刚好像有什么东西掉下来，难道是刺客？老大，快下令去拦住他！你没事吧？那家伙一看就很强，我们就混口饭吃而已，犯不着拿命去拼。这就是只身入皇宫的感觉吗？好草率！何人胆敢擅闯皇宫？狄爱卿，放他进来。你是为了李太白而来，对吗？在下苏明，拜见女帝陛下。时间紧迫，苏某长话短道。剑仙被苏某召唤到异界，因斩神而牺牲。我这次来，就是想抓住最后一丝希望，帮助剑仙复活。死了，他死了。
真的吗？人死还能复生？也许可以。我现在需要一样东西，凝聚剑仙毕生心血的东西。我不知道剑仙生丘跟谁有过接触，所以只能找您了。毕生心血之物，难道是酒吗？不对，不是酒。真正能让青莲居士挚爱一生的东西是诗。定是此物。他离开之时，将它扔到我长生殿上，却没留下半句话。只能这样了，时间紧迫，在下先行告退。他还会回来的。也许我当年的选择是错的。啊，都9分钟了，还是一点动静都没有，该不会真被雷劈死了吧？我就说嘛，连神都扛不住的8一神雷，他一个凡胎肉体拿什么扛？亏我还跟个傻子一样在那等他出来。大家别急，你们没看过电视剧吗？奇迹总是在最后关头出现的。我操！我眼花了，那个男人回来了！这个缔造奇迹的男人，永远不会让人失望啊！简直不要太帅！复活吧，我的剑仙！复活吧，我的剑仙！我的剑我李太白回来了，回来！剑仙大大，真的复活了！我见证了一场跨时空营救，我见证了奇迹！快打醒我，用点力，证明我不是在做梦！痛，太痛了！不可能，那一定是假的。说不定请了哪个神仙冒充的。那个齐天大圣会72变，变成李白的样子并不难。八嘎呀路，又奶奶的输了一把，八嘎八嘎。神话擂台第22场，龙国获胜，恭喜剑仙李白为龙国赢得一枚钥匙碎片。本剑仙20岁那年便自诩人间第一等，天下无敌手，之后便成了真。你今年多大？苏明惭愧，正好20。20了，若这世间灵气不匮乏，说不定你将是第2个人间第一等。苏明牛逼，苏大召唤师牛逼！我是写小说的，有个词叫天选之子。如果他出现在某个小说里，妥妥的主角人设。苏明，混沌青莲我陪不了你了，
但有一点机缘造化，倒是很适合你。这是……嘘，怀璧其罪。等我走后，你自然就知道了。真的是在造神啊！真的是在造神啊！要走了。本想将漫天剑意洒在这片天地，让人人皆可炼剑，只怕这贫瘠的天撑不住。剑仙前辈，其实你可以将你的诗传下来，供世人学习，对无数华夏儿女来说是一种弥足可贵的精神财富。哦，你欣赏我的诗？嗯。这些诗读懂之后，是不是就能言出法随？我现在只想读懂那句“十不杀一人，千里不留行”，厉不厉害，你坤哥？切，我的评价是不如大鹏一日同风起，扶摇直上9万里。要走了。前辈，酒带上，一箱。哈哈哈哈哈哈！恭送剑仙。一饮尽江河，再饮吞日月。千杯醉不倒，唯我酒剑仙。铜国这是要崛起了不成？连胜4场，不多。下一场轮到小希腊了吧？他们上一场连冥王哈迪斯都输了，这不得派出神主宙斯来找回坛子？上一场是我方神明先出，所以这一场我有权让对面先来。请希拉国教换区做好准备，即将开始刷新神谱。主神大人，请聆听子民的呼唤。主啊，觉醒吧！山林女神叙任克斯，激励女神塔利亚，彩虹女神伊里斯，战神阿瑞斯。国主保佑，终于有能打的神了！战神阿瑞斯，这还用选吗？胜利女神雅典娜，是女战神雅典娜。我选雅典娜。小孩有什么战斗力啊？而且自封为王的，顶天了也就是魔王、妖王一类，不能选，不能选。这个封号屌，还从没听过天尊级别的神，一般的神可不敢取这样的封号啊，估计也是祖神级别，圣人之一。二郎显圣真君杨戬，终于让本君等到了，还不速速召请本君？选，必选，有真君坐镇此战，必能手到擒来。放心，小子，无论西方是谁出战，本君都当将其镇杀。那猴子能做到的，本君自然也能。对不起了，二郎神君，我选战神刑天。尊敬的远古旧神，请倾听子民的呼唤，苏醒吧！是谁惊扰了本座？刑天大神，小人斗胆，恳请大神为华夏而战。华夏为何物？